确实。哎呦天！喂，我可以开始唱了。可以开始唱。我已经 OK 忍不住打我的心歌了。稍等，啊片刻，可以开始了吗 ？OK。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酷酷聊，我是今天的 MC 小侯。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MC 拉姆。Hello， 大家好，我还没介绍呢，还没介绍你们呢，别急。对，然后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那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的好朋友小牛。哟，这里是小庄。你真的很装。OK， 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两位是什么关系呢？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啊，不是你们介绍吗？哦，这个还要我们介绍，当事人可以介绍了。好，我介绍吧，他们是一对恩爱的情侣。是的。OK， 那其实说到情侣，那你们最近就是在做些什么？做一些情侣的约会，就是正常生活吧。OK， 我以为你们每天约会呢，就是那也没有，我们的还是很忙的。我们见面的时候感觉就是你们很腻歪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场约会了。我感觉你俩很难掰开。其实还好，就是跟朋友见面的时候，可能就是关系，当然平时关系也很好啊。然后呢，但是就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去忙自己的事情，就是还是各忙各的。就我跟他们每次见你们俩的时候，我们就每次特别像那个 Steve， 就是你们两个是非常恩爱的情侣，我们两个在旁边闪闪发光，很亮。对。然后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有一个主题的，就是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很甜蜜的情侣嘛，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于00后的恋爱标签。那你们作为00后的这些情侣，你们对00后恋爱有什么简单的理解吗？我觉得吧。你觉得？你觉得是什么样子的？你觉得00后恋爱和你们家长恋爱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跟我们家长恋爱，就先可以简单的大概的聊一下嘛。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的恋爱更多了一丝自由哇，对，更多了一丝自由。但其实这种自由也来源于一些跟对方的一些就产生的火花吧，可能说是。对，就是如果说就是默契嘛。对，默契，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些很多新鲜的事情啊，包括是什么，尤其是看那种就是可以自己决定去旅游啊，或者说自己决定去在家待着呀，还是怎么样，都可以自己决定了。就是00后的恋爱方式和相处方式和模式更多样，对，更加多样性了。对，我是觉得是这样的。OK。那我觉得可能00后相对于就是之前那些长辈啊什么的来说，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更在乎过程，可能结果也不能说不在乎，但是可能不像我们父母一样，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或者怎么样，感觉大家更多的是在享受过程了。对，就很像现在大家都说什么活在当下嘛。活在当下。我说的是当下。OK， 哎，那其实就是我知道最近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语，就叫搭子。哎，就是我其实感觉现在很多人在谈恋爱期间，可能就会偏向于找一个恋爱搭子啊。那这个关于这种行为，你们就是怎么看待，或者是你有什么，就身边有朋友是关于谈恋爱就是找搭子这种事情？那倒没有，我感觉大家都很相爱。对，其实我不太能理解这种就是什么叫恋爱搭子，就是你可能会找一个人，就是陪你，就是陪伴嘛。我觉得搭子可能更多的是陪伴。因为比如说像其实很正常的，就是很好理解的，就是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你可能会找一个吃饭搭子。那恋爱搭子就是陪你恋爱，陪我恋爱吗？还是说怎么着啊？还是他可能就是陪你去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可能你可能需要一个情感陪伴的对象。那这个对象可能你在外地可能没有办法来源于你的父母或者你的朋友，那你可能就会希望找一个恋人作为你的这个搭子。那我就姑且把它定义为恋爱搭子。那他在名义上算不算恋人呢？就是算不算情侣呢？假设当然算啊。
假设你好大胆啊！你知道他的三观是这样的吗？我这是主要是我不理解，就是你说就我的意思就是，假设我们俩现在是陌生人，我就是那个搭子是我找你陪我一起就是逛街看电影啊或者怎么，但是我们俩的身份还是就是朋友之间的关系，还是说这个搭子只是就是恋爱的另外一种称号？就比如说我跟他。你确实成为一个情侣，然后我给他一个外号，说你是我的恋爱搭子。我觉得可能是情侣，但是我觉得搭子更多的是一种模式，就是我们两个这种相处的模式，就很像我在找了一个什么什么搭子一样，就是比方说，就说白一点，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共同有很多甜蜜啊、快乐啊，比如去玩、去旅游，但是可能不太愿意承担对方的一些负面情绪或者怎么样，就是可以同甘，但是不能共苦的搭子。我觉得还可以理解成就是不那么走心，就是陪你做一些事情，就是走些过场，对，就是相处一下就得了。对，那一些情感需求，满足一些情感需求。那我是不太提倡这个搭子的。然后我其实前段时间还看到了一个，就是网上的一个评论，就是说，00后对于爱情的选择，就是可能会说，哦，我可以喜欢你，但是我跟你谈恋爱不行，就是他们可能会对恋爱考虑的可能会更加谨慎一点，就是会更加理性一点。我之前看了一个追星的视频，就是一个女生在那个韩国追她的欧巴，然后就是有记者采访她，她说你喜欢这个谁谁谁吗？她说啊，我好喜欢。她说那你愿意和他结婚吗？她说哦，那还没到那种程度，就是可能我觉得也代表了一种00后对于谈恋爱的一种想法吧。那你们就是在选择和彼此谈恋爱前，就是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者是顾虑，或者是观点吗？就是你们选择彼此顾虑是吗？其实我觉得唯一的顾虑的话，可能也就是距离上的顾虑吧，因为知道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可能一个来自江苏，一个来自山东，很近啊，山东，但是很近，但是也是就说白了，虽然近，但是也是有点距离的。你就别说这个距离，就像可能我住这个小区和住那个小区之间都有点距离那种感觉，但是而且尤其是像那就刚谈恋爱的小情侣在一起，肯定会非常的腻歪，一分一分，更别说再跨一个城市之类的。但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也还好，因为毕竟就是我们的生活中不只有恋爱，还有包括一些工作自己要处理的事情啊，或者说自己对未来的发展之类的，总有些事情来填补这段就是因为距离所产生的这种寂寞吧，可能说是空虚感。你只是一个填补寂寞的人。你看他就会煽风点火，你看他就会煽风点火，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得。那就是说的搭子，那你跟他在谈走了。那你在谈恋爱期间，就是会 all in 自己的所有吗？包括情感或者是其他，全心付出。对。我会 all in 自己的情感，但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完全把所有的生活全部都投入到感情里面去。你就是需要自己的空间。我觉得我是需要的。其实说到空间，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恋爱模式，就是边界感恋爱。我觉得恋爱还是需要一点边界感。我个人也是认为。那你们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就是会明确的告诉对方，哎，我的边界是什么吗？就比如说，我的手机你是完全不能看的。或者你不可以查我的手机，你们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吗？就不会有一个很正式的谈话，说我们今天来确定一下哪些事情是我的边界，就不会有一个这样的谈话。但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聊到这种问题，然后就会讲一下，就说我觉得谈恋爱就是没必要看手机啊什么的，可能就会用这种不太正式的方式去表达一下。小庄呢？其实我也很赞同他的观点因为就是你要说让我立个条条框框来说，给你，反而会让觉得我好像有什么奇怪。那我就对像跟他合约情对，就是你要突然在一起坐在一块儿，后来我打了几份文件，这是我的底线，你不要怕，就很奇怪。就是你们其实是有彼此的原则和边界感，但是不会明面上来说，但是这些是隐形存在的，就是彼此可能就是会心知肚明，就知道我们这样子的边界。那拉姆，就是你在之前的相处或者是恋爱关系当中，有没有就是边界
性的问题？我需要回想一下，因为过于久远，甚至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对于恋爱的话，我可能就是经验没有说那么的足，就是但是我期望中的恋爱，就是还是希望能有一些边界感，就是怎么说呢？那你会迫切的想看对象的手机吗？我会更加的就是。怎么说呢？掌控欲很强。没有，就是我更向往说有一个灵魂伴侣，就是怎么说呢？很多事情我不说他也懂，就是他不说我也懂，就是滴，就是懂的都懂，就是不需要就说放到明面上来说，这样会感觉少了很多的氛围。就你喜欢自己去探索。差不多吧。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很多情侣在关于隐私或者是边界的问题会吵架，你们俩因为这种问题发生过矛盾或者吵过架吗？从来没有，感觉从来没有。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边界这种问题比较一致吧，而且我们两个是那种互相比较尊重，就还挺尊重对方的。那不说大的，小问题、小矛盾也没有。马上他会搞点事。开玩笑，好奇一下。对，就是纯好奇了。就是我们对于什么隐私之类的，我们可能会有讨论，但绝对不会上升到吵架。那或者雷点呢？就比如说对方提到什么，我就觉得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OK， 想不到也不用想，知道你们很恩爱了。我在想今晚怎么把你偷偷抹掉。谢谢。我其实很好奇，就是你们两个中的恋爱模式是那种，就是我刚刚所向往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呢？默契式、灵魂式的，还是说就是打直球？打直球更多，就是你会直接告诉他，就比如说我想干什么，然后我想要什么，这我会直接跟他讲，他也会直接跟我讲。就是我们两个不太擅长猜。而且其实我觉得感觉猜这个东西对对方的要求太高了。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两个之间相处的关系更偏向于直球式的恋爱。但是不好意思呛着。但是其实我也就是我是觉得也会在给直球的过程中给对方一些发展的空间。就好比就比如说就是你只给70就我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可能大家到某个特定的环节互送礼物啦，然后可能会就如果比较直球的来说，可能我想要这个你给我买，或者我想要这个你给我买，就完事儿了。对，但是我其实会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节日过得有点没意思，就需要点神秘感、仪式感。惊喜感。我就可能会告诉他一些就我感兴趣的东西，或者说我想要个礼物，你就是大概的范围，然后剩下的什么是你有你自己发挥的空间去商讨，你到底要送给我什么，你自己想你要到底送给我什么东西，还是说你另有打算之类的。那你这样我突然想到我们两个发生过的矛盾，就是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好突然想出来了，给我好突然，就是因为刚刚聊到那个直不直球这个问题嘛，就我们两个因为是情侣就会吵架，我们两个也会有吵架的时候，然后我就经常就把他惹哭。就是他真的会哭，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怎么眼泪是男人最好的医美是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做？我说怎么做你才消气？然后我感觉我说这句话就把他点燃了，他就会更生气。他说如果让我消气都要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那我就直接就是反正他就对我这种行为很不满，但是我是真诚发问，我是真的想知道我要做点什么可以让你不那么生气，但我觉得我这句话说出来就是会让他更生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你这个算是矛盾？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恋爱期间，我觉得你做的其实非常好了，我觉得我同意了。就是有问题你说出来，你就是在墨迹，在我的观点看来，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可是，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是必要的，但是我个人会认为，就是得先把这个情感先给他哄好，再去解决问题。是这样子，就是对啊，就好比之前那几个雷点嘛，就是我都这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你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对啊，就是这个话。但是我相信小牛的语气会是好的。但是他也是就这么说出来，你知道，两个人在吵架的过程中，他也在气头上，我也在气头上，然后他还反而说出了那句话，他完全没有灭火的那种效果。那你觉得这种直白的表达方式不 OK？ 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是 OK 的呢？就先让我们俩把气消了，最起码。那得你做点什么吧。所以我就问你，我怎么才能让你？那得你做点什么吧。你又不跟我
我能 get 到你那个意思，就比如说你不高兴了，就他哪怕是给你拿一杯奶茶，或者说拿一个什么东西，一些举动，然后让你感到就是这个气稍微消下去一点，然后再去理性的讨论这个问题所在和矛盾所在，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对，是这样的，就是一些类似于双方下台阶的这种举动，然后再进行后面的你说。你哪怕说是我们俩聊聊这个气怎么能消，或者说我们俩好好聊聊都 OK，但绝对不是在我们俩聊的气头上，他突然一句，那你要我怎么做？不是，我不是这种语气，我不是这种语气。OK， 好了，知道。我特别想问，如果我是这种语气呢？不是，如果我是这种语气，我要来拉架了。爸，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呀？你还会生气吗？不会啦。OK， 不会啦。撒娇是女人最好的医美。对，我理解他们俩的相处模式。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也其实很适合00后的，就是恋爱相处。我觉得他们两个很互补，你有没有发现？对，我觉得爱情当中是需要直白的表达出来，就是我们俩有问题，我们俩要及时的沟通。但是可能这个沟通的过程需要比如说递台阶，或者是给出情感的递增或者是递减。对，确实。而且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就是。往外说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样的那种类似于吵架，包括一些看似情感不和破裂的一些行为，但其实在我这里而言，反而是让我们情感慢慢上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关道具吧，可以说。因为其实我觉得一场就是他传说中的那种不吵架的恋爱，在我的眼里是并不算是一场成功的恋爱了。就因为那我从来没有吵过架。那也不因为直接分手了，没有。那说到了，就是你从来不吵架。那据我所知，你是已经单身了很长时间。我其实可以用寡王这个词。谢谢。那你是觉得为什么会成为寡王，或者是你怎么定义寡王这个词呢？寡王啊，对，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寡王。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就是现在大家更多的去注重自己的发展。我觉得首先我会更倾向于先把自己就是变得越来越好，先循着自己的脚步去走，这样的话我就会遇到我喜欢的或者我会有感觉的男生。对，因为从我们他人的视角看来，就是你性格又好，长得又好看，然后能力也很棒，就是我觉得你怎么着都不应该会单身。所以我觉得你在选择做寡王这个路上，你是选择主动单身的。不是我选择的，这是被动。你是被动选择单身吗？我觉得你应该是选择主动单身的。有一些主动吧。对，就是你会有一些择偶标准，就是这个线卡到你了。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退缩，其实我有一点回避型。对，就是谁没受过爱情的伤啊？就是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后来就是慢慢会有点害怕了，就是他真的是喜欢我吗？他是不是就是要怎么，就是有一些其他的目的或者怎么样？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大胆了。就是以前其实我朋友都说我是那种敢爱敢恨的类型，但是我现在其实会有一点就是退缩。那你们两个觉得他这种是选择主动单身的，还是被动单身的？就是拉姆的这个行为的。我觉得他是在主动的行为上夹杂点被动。主动加被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猜拉姆肯定是想去得到一段恋爱去谈一谈的，但可能就情景再现一下，可能就是他假设他看到一个很漂亮，不是很漂亮，很帅气的男孩，他可能会说这个好帅，但是后来可能又会顾虑到很多，说他可能这不是跟我本地的。或者说他可能跟我的就是什么会聊不来，然后从而又退缩了，去这个主动的。对吧？你提醒我了，我还会自己假想，就是我会想很多，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就会已经想很多出来，想着想着我就退缩了。对。就其实不是不想谈，是想谈，但是是因为自己选择独立，或者是或者是逃避吧，我理解。其实我觉得我很矛盾，我很多时候就是特别想谈恋爱，但是一想到要谈恋爱，那我又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分到这个恋爱上，那是不是会耽误我工作，耽误我就是事业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会有这种顾虑，就是其实很矛盾。
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是那种完全就是主动选择单身，就是完全是主动选择单身，因为他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人要允许另一个人来介入自己的生活，分走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分走自己一部分金钱。如此独立的人吗？就是不能，就是真的会有人不理解这种行为，他就是觉得自己一个人更好。哎，其实据我所知，其实有83.5%的人都会选择，会希望有一段就是稳定的情感关系。像你这样子的朋友，其实还蛮少见的。事业应该很成功吧？那万一人家不成功，可太伤人家心了。那就是选择，就是成为广王，他可能是专门选择的，就是选择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选择投身自己，或者是对，就是这样。那也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选择顾忌很多，对，有所顾忌，或者是逃避这种爱情的相处，确实是有的。那就是与寡王所对应的，其实我们还知道恋爱期间有一个最近很火的标签，叫做恋爱脑。你们两个觉得，首先问一下这两个情侣，我觉得你们两个是恋爱脑吗？但我特别想知道，就怎么定义恋爱脑呢？哎，你怎么定义恋爱脑？我不知道，但是以前我朋友都说我很恋爱脑，就是好像现在大家啥意思啊？就是会很疯狂的在爱情里面做一些举动吧？不是，我觉得两种定义吧。我以前的我会认为就是恋爱脑，就是为对方做很多，然后一再的退让，就是自己的这个界限，然后就是一再的就是去包容他、忍让他，就这样子。但是现在我觉得恋爱脑是怎么说呢？为他付出我所想要付出的一切，而并不是说就是在不伤害我自己的前提下，然后去多多的爱他。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理解的恋爱脑。那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恋爱脑，就是我全情投入的去爱一个人，那我觉得这种恋爱脑是我认为我是。但如果说恋爱脑是指那种把恋爱优于所有的事情之前，如果是这种恋爱脑，那我觉得我不是。那小庄呢？我是恋爱脑。你是恋爱脑？所有谈头都是爱心型，你显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你这么看，我觉得你今天发型抓的都是爱心型。真的。其实我身边有一个我个人理解的恋爱脑，在我这里看来，其实是一个不太褒义的词。因为我身边其实有一个朋友，就是为了自己的伴侣，做出过一些我觉得比较夸张的事情吧，疯狂的事情。对对对，就是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和这个女生朋友和一个男生朋友，我们3个人都是非常好关系的朋友。但是后来呢，这个女生和这个男生恋爱了。你 Steve？ 我是 Steve， 我又是 Steve， 没错。但是呢，我还是像之前一样保持和他们两个都有联系，包括那个女生和那个男生我们都有联系。但是后来她的男朋友可能就会有点介意了，然后这个女生就把我删掉了，就是把微信把我删掉了，而且我们还是同学。所以我就觉得她为了恋爱做了比较夸张的事情，就是为了选择去忽视朋友或者是删除好友。我觉得在我看来，这个就是恋爱脑会做出的一些行为。但是我会把恋爱脑分为愚蠢型的恋爱脑和清醒型的恋爱脑。那我觉得你们刚刚所说的都是清醒型的恋爱脑，有理智的。对对对。但是啊，你觉得你也是愚蠢型的恋爱脑？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说了，你刚刚那个朋友就是你认识的2个人嘛，假设现在是小牛把我删掉，就对我们3个，但我不认识你，就是但你俩是同学，然后我可能就是跟他谈恋爱了之后，我感觉你俩有过多的聊天怎么样的，但是我让求他把你删了，你觉得这种人就这样对你来说算不算恋爱脑了？我觉得不一定要有删除好友这个行为吧，我觉得可以协商和沟通，比如说减少沟通频率，或者是减少一些。对，我觉得到删好友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点夸张了。我觉得为自己的对象付出这么多，真的值得吗？但是我可能会觉得就是
这个男生会介意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些交往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是否是在这个交往过程中没有把握一定的边界感的，就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使得对方的伴侣对你们的关系产生了介意呢？我感觉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但我们还是朋友。已经不是了，已经不是了，是了。那我其实还刷到很多关于就是网上好多人就是在底下，比如说视频底下就是说骂恋爱脑或者是抵制恋爱脑这种行为，就比如说有一种视频里面就是说又复合了，比如说可能跟闺蜜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已经复合第180次了啊。我想起来就是那种冤种闺蜜，对对对对，分了，然后呢，你就是苦口婆心的安慰她，然后结果第二天人家和好了。对，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或者是你们怎么看待这种行为？我高中时代身边的朋友全是这样的，全是这样的。No， 我不提倡。但你没有被他们影响。我是其中的一员，哇，其中的一员。但是现在真的不会这样，现在真的不会这样了，因为我觉得这种恋爱脑，就如果真的是已经是这种程度恋爱脑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好的，因为我感觉这种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认为他的这种恋爱脑，所谓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就是把恋爱优于所有的事情之前。然后牺牲所有人的利益和时间，包括你的朋友去劝你啊，或者怎么样，又或者是你本来约好了今天要跟朋友一起玩，然后你男朋友跟你讲说，哎，你跟我一起出去玩吧，然后你就放了朋友鸽子。就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恋爱脑的话，那我肯定也会是完全抵制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想要做别人感情当中的牺牲者吧，就是牺牲者可能说的有点大，但是谁会想要就是不断的花自己的时间精力，成为他们的玩物？对呀，没有人希望这样子，所以我是不接受这种恋爱脑的，我自己个人也不接受，而且我本人现在真的不是这种人了。恭喜你！而且我确实可能就是，比方说，我分手了，然后我高中时候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我跟朋友说分手了很难受，朋友说没事，这个男的不值得，然后我第二次和好了，我觉得他还挺好的，我可能做过这种事，但我绝对没有做过就是我跟你约好了去干嘛干嘛，但是我因为谈恋爱放你鸽子，就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我也觉得就是不能因为说你爱你的男朋友，然后而去伤害你的朋友。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样不好。不能因为自己的感情去牺牲朋友的利益或者是其他人的利益，我这样子是不好的恋爱脑的行为。对，但是能够全身心的爱对方，或者是全身心的为自己的伴侣付出正向的情感或者是合理的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清醒的恋爱脑。而且很多人会说就是恋爱是2个恋爱脑谈才有意思，那我觉得可能也是说的是2个清醒的恋爱脑，对，2个在感情当中真诚对待彼此，真诚和彼此相处，且能够尊重其他人的利益和价值观的这样子的一段感情才是比较棒的感情。但是其实我本来理解的就是清醒的恋爱脑，我本来认为他的意思就是不是说我在理性上已经感觉到这段关系中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但是我感性上我的心理上我又没有办法抽离出来这段感情，就我以为清醒恋爱脑是这个意思。那你们会怎么看这种感情呢？就是我已经知道了我们不合适，但我没有办法跟你分开。这个我觉得是适应性和相处习惯性的问题，就是我已经和你待习惯了，可能会有这种就是对你产生依赖了，对，而没有爱情了，我觉得可能是属于这种关系，但我没有办法用一个名词很好的定义它或者是描述它。那你们会怎么样处理这种关系呢？我会觉得就是重大决策不考虑沉没成本。我觉得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不合适了，我觉得该放开就要放开，就是不管我们之前如何相处的，或者是我已经习惯彼此了，但我们之后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继续生活或者是继续相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好的，我觉得该放手就得放手。问题的关键就是呢？问题对，你知道该放手就要放手，但是你心理上确实没法放手。痛啊！就是痛，好痛啊！长痛不如短痛。我短痛不起来啊，关键是。要不让我跟他分手，我做不到啊！臣妾也做不到。好吧，可是你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爱情的这个比例已经很少了呀。对，不好说。不好说，那有爱情分啥呀？就是你知道2个人不合适，你们之间存在很大问题，但你就是爱这个人。那我觉得就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的恋爱观，我是觉得就是
就没有2个人是天生合适的。就是如果说有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大家去沟通，去就是交流，然后进行改善或者改变，就是如果双方都愿意为对方做出一些改变或者说是改善，我觉得就是可以进行下去啊。如果他不愿意改，那就是如果他不愿意改的话，那我觉得既然你不想去改变，就是进行一些改进，那我觉得这段感情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了。那说明我们其实，在00后这个群体，对于这种关系就是有分歧，就是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不会就是像刚刚那种都会抵制那种疯狂的恋爱脑，就是这种对于这种情感或者相处模式，就是会有两波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看法。对，那你会选择什么呢？如果你意识到跟我不合适，这没有办法说，现在没意识到，关键是太合适了，现在比较太合适了。那你们合适的点在于，比如说日常的，比如说你们玩得来，就比如说吃得来，或者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还是你们已经进行了深层次的对话，就是我们在灵魂深处已经产生了共鸣和有思想上的碰撞呢？我觉得没有到这么深度，但就是会就是浅浅的一层，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没有说很特意的去讨论过什么事情，然后让我觉得哇，我们2个是 soul mate，就是我觉得没有这种时刻，但是跟他待在一起，我会觉得是舒适的、自然的、放松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契合的一种吧。感觉，因为我们俩也才20几岁，就没必要到那种我们2个思想上、心灵上碰撞一下的那种阶段。就你们既不是普通的酒肉情侣，但是也还没有到 soul mate 这种地步，就是处在中间阶段，就是玩也玩得来，然后简单的三观和价值观也能碰撞，也能融合。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挺好的呀。对，我觉得这样子的关系就比较好。对，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就是我所理解的，就是放下70%的面子。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理解？就是假设一下哈，就是从你刚认识一个女孩开始，你想跟她出去约会或者包括怎么样，首先你可能会给自己打扮的帅帅的，对不对？去见那个女孩，或者说说句实在一点的，你兜里会塞点充足的预算，才会去塞点米儿啊，对，塞点米儿去见到这个女孩，你就给自己安全感，或者也包括是给那个女孩安全感，或者去展示自己最优秀的一面。但我觉得更合得来的是。当然不是说没有钱啊，就是我觉得更舒服、更合得来的方式是，就是你不用去在乎他要不要觉得你这一点好还是不好的这一点，就是说你哪怕兜里只剩几块钱了，你也可以跟他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他也不会去嫌弃你兜里到底有没有这几个字儿，或者说你今天没有化妆，甚至说穿着衣衫不整有点过分，就是反正就是没那么的华丽，他也会愿意跟你一起去玩。就是你不用刻意去佯装嘛，对，就是展示真实的自己，展示真实的自己之后，他也是愿意去跟你相处，我觉得这是非常舒服的方式。但是为什么我一说的是70%的面子呢？是因为你真的不可能兜里没有钱去约一个女孩，这其实也是个不尊重的，就是你也不可能说真的是邋里邋遢那种，什么头也不洗牙也不刷那种去见一个女孩，这也是一个很不尊重的。所以我说是放下70%的面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在日常包括我在和小牛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那种就是你今天好丑，但我也是那种感觉，就反正不用顾及面子那种，然后还会就互相的开一开玩笑，但且不那么生气，是这样的。这种能够真实的展示自我，然后能够有趣的互怼或者包容对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相处方式。说的好有意思啊！真的又想谈恋爱，真的很，我真的还请帮我把那个打到下面70%的面。那你就是有没有关于酒肉情侣的朋友？就比如说你认识的朋友，可能会很多时候就只是一些，比如说去吃饭啊，或者喝酒啊 ，drink 一下。不瞒你说，你就是不是什么鬼？不瞒你说，我身边最好的2个朋友都是这种母胎单身到现在。那和我说的有什么关系？对，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我身边没有这种。你身边没有这种2个名额都没有我。我说的是就是以前的那个高中也没有你。他说的是女生朋友，他说的是最好的朋友。
不要再自己。我先走了，我先走了。我们今天要提前下班吧 ？OK， 今天的酷酷聊就到这啦，大家拜拜。那你们会有吗？或者你们如何看待这种酒肉情侣的关系？就，只能一起潇洒。再说一遍，酒肉情侣是什么？对，我身边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情侣，就是可能会算不算情侣？对，因为他们可能比如说是在喝酒的地方认识的，或者是一些娱乐性场所认识的，然后可能会进行长时间的暧昧。娱乐性活动是吗？对，或者他们可能会进行长时间的暧昧，做一些情侣相处会做的事情，但是可能并不会直接的确定关系。我觉得这种可以理解成这种理解算搭子。OK， 那我觉得这种如果人家喜欢，并且在这种收获快乐，那我当然没意见了。但是我个人不会选择这种关系。对，但如果对方双方愿意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去做吧。其实我觉得现在当今就是，很难说啊。就现在的就是大家什么样的相处模式都有，谈恋爱的、不谈恋爱的，包括说我想跟你怎么样的都有。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定义一些事情，就是反正现在都是时代迅速发展，比较开放。对，他们每个年轻人有每个年轻人自己的相处方式。我觉得。说句正能量的话，我只要保证就在我的这个意识里，我觉得这个是错的，或者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我去做某些事情就好。OK， 那就你刚刚说的，你觉得现在大家就是比较开放啊，不管是恋爱或者怎么样，就是思想可能更加的开放自由。那其实对于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还有一波人，他们是属于纯爱战士。会不会说现在纯爱战士越来越少了呢？就是因为现在你说的就是越来越开放吗？对，越来越少。那你们俩是纯爱战士吗？纯爱战士是什么意思？就你可以说一下。对啊，纯爱。那跟恋爱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区别还挺大的。我觉得恋爱脑是做一些发疯的行为，疯狂夸张的呢。纯爱战士就是这样吧，我用我的一个切身经历来向你客观的表达一下什么是纯爱。我认为我那个时候还挺纯爱的哈。就是之前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生，然后当时就是还挺喜欢他，然后呢我们后来就算是我主动嘛，然后第一次说就是约出去玩，然后我们第一次出去是去的一个公园，森林公园里面，然后那天我们两个就是一直在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就是肩并肩走，但是我们身体部位没有一个地方是挨在一起的。然后呢，等第二次，然后就是吃饭，然后吃饭也是正常的吃饭嘛，然后就是聊天，就仅存于聊天，然后我的眼睛里，我估计那时候我的眼睛在发光，就是全是对对方的欣赏。然后第三次就是一起看电影，就是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都到看电影了，对不对？至少你说该有一些肢体接触了，对吧？但是呢，但是那天我们看完电影之后回家，然后在那之后呢，我们两个进行了一些聊天，然后他跟我说了他的一些想法和顾虑之后，但是我们最终就是算是BE 吧BE 然后但是我没讲完，但是我跟他的就是这长达将近2个月左右的这段关系，就是他知道我喜欢他，我也知道他对我有意思，但是我们两个最近的距离就只限于他当时把那个可乐递给我，然后我这样去掏，我们两个的手指挨在了一起。那这个也是悲观的。不悲观，我觉得很纯爱他这个只是故事的结尾BE了，但是其实这个传递的过程是纯爱的。我可以理解纯爱就是不太考虑到很多现实和实际的因素，比如说不太考虑，比如说物质条件，家庭状况，可能就只是单纯的因为我们两个情感上有共鸣，或者是我们能够和彼此相爱，我觉得这种可以理解为他那也没共鸣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部电视剧里面，就是但他讲述的是一个80后的纯爱情侣之间的故事，他们两个可以在一张床上啃着一块炸鸡，就是我觉得这种在艰苦年代，就是能够一起享受炸鸡艰苦年代。
或者是就是在物质条件不那么丰富的那个年代，然后一对情侣能够在床上共同分享一块炸鸡，我觉得这故事本身是浪漫的，并且也是纯爱的，就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非常简单。对，就是我跟你在一起，我不会去考虑很多的什么物质啊、经济啊，包括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接触或者怎么样，就是跟你待在一起做任何的事情，我都觉得是很开心的。就纯爱。对啊，我感觉，那我觉得纯爱就是就好像刚刚说的，我跟你在一起，我不是，或者说我在追求你，或者我跟你在一起，我不图你身上的任何，就是如果喜欢你这个人，如果你幸福，我会因为你幸福而感到我也幸福。我觉得这个是我理解到的纯爱，那我是支持的。那你是纯爱战士吗？我也纯爱啊。好词全被你俩占上了。真假的？纯爱。OK。哎，那纯爱有底线吗？其实是，就比如说，就你像刚刚说恋爱脑，有的我觉得纯爱再往下过渡就变成舔狗了。就是那你觉得，那你觉得纯爱更有底线一点，还是恋爱脑更有底线一点？当然是纯爱啊。我觉得纯爱在我这个视角里，它的褒义程度大于恋爱脑。确实，我个人也认为，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纯爱或者恋爱脑。我觉得只要在不影响到别人的程度上，你想怎么样都可以，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心，你可以随意支配它。但是前提是你不要影响到别人，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你们两个，哎，我突然有点好奇，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这个过程是谁先主动追对方的，还是纯爱，还是就是自然而然接触的，就双向奔赴的？自然而然吧。自然双向奔赴，就是。但是你要说一定一个先抛出那个信号的话，可能是我吧。所以你们是？但你不是一直要求我对外宣称是我追你吗？有面儿。你不是放下70%的面，怎么还有20%、30%？小牛现在赶紧说一个，说是我追的小庄，然后把它剪到最开头，剪到最开头。对，是我就是穷追不舍。哇塞，展开激烈的得到了一个惊天大瓜啊！你们两个流露出有一点羡慕的神。那你们会希望，哎，那你们会希望是就是有人主动去追求你们，然后你们走入这段感情，还是你们更偏向于两个人自然而然互相吸引，走进一段感情呢？我很被动的，不然我会寡到现在。所以你是希望有一个纯爱战士来向你抛出橄榄枝，然后你恰巧也喜欢，然后接受这个橄榄枝，然后你们幸福的在一起，这是你比较理想的。好像一个童话故事啊，最后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算吧，差不多吧。那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会更希望有就双向奔赴的这个过程。对，那但是总有一个人得先抛出那个信号来。但是大部分时间是两个人双向了。对啊，那就很像就是你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你问就是要不要在一起，我觉得也是一个勇气。对，就是我觉得至少都觉得差不多了啊，就是该到的人家都点头了，我觉得这种是可以的。那我突然想到，就好像你之前刷到过，就是一个男子什么跨城去找自己女朋友，然后发现自己被绿了，然后大家下面就在调侃他，就说什么纯爱战士什么的。那你们会对纯爱战士有什么看法吗？就是对这种人，你们会怎么看呢？很难。其实如果带入他的话，其实很能共情，而且会觉得很伤心。就是因为首先自己为这段感情付出了这么多的情感和爱，却得到了一个不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不是我应该得到的，这其实是对感情真诚的人的一种不公正。对，我觉得在我看来是这样子的。我感觉博士说的就是很对，因为我自己个人也会经常会在网上刷到那种就是对于这种纯爱战士的调侃，就是调侃他，就是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自己个人情感上不太能接受这种调侃，因为我觉得真诚不该被辜负。我首先觉得真诚不该被辜负，其次我觉得就是调侃别人纯爱和调侃别人在谈恋爱中为什么如此真诚的这种人，他们真的有勇气可以好好的进行一段恋爱吗？或者说他们真的有能力可以好好的进行一段恋爱吗？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很好的去爱人，我可以很好的感受到别人爱我，我为爱投入我可以投入的全部，我觉得这是我的天赋，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天赋的，所以我其实不太能理解网上对于那种对爱情很认真的人，反而会跟他们讲什么类似于一些让人听了觉得很尴尬的话，我觉得不太好。
其实也是延伸到了一个就是对于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脑子突然卡壳了，就是他刚这个话题，我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和观点想说，但是我突然卡住了。保持在这个表情，然后方便后期剪进去。OK， 那我们就先跳过这个话题好吗？然后我还比较关心的就是你们两个相处的过程。你好关心他们俩，因为这是我们今天重磅邀请来的嘉宾，我们必须要盘根打破砂锅问到底。还有就是你们两个在和对方的，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两个在一开始的相处都是双向奔赴的，那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情感或者是物质方面，你们会觉得谁有付出更多的一方，或者是你们是 AA 制的恋爱吗？不是全 A， 就不是说这顿饭，比方说吃一顿饭，一顿奶茶，请问，然后50，不是，比如说吃一顿饭要200，然后必须你付100，我付100，就不是这种情况的 A， 但是可能就是比方说。如果庄明如这顿饭付了钱，那可能接下来看电影啊或者怎么样的钱就是我来付，你来我往的这种相处模式，对，不会平均。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恋爱方式还是比较健康的，比较舒适的。我在网上其实有看到一些观点或者是言论，他们可能会要求，比如说男性可能要付出很多很多很多的物质条件，然后去承担这段这个恋爱关系的这种角色。那你们对于这种行为就是在你们相处当中其实是不太认可的？我不需要男方付出比我多很多很多，但是我可能会希望他比我付出多一点。我不需要多很多，但我需要那一点。但是你也可以及时的反馈给对方一些情绪价值，当然，以及一些对，是这样子的。那你介意会比我付出多一点吗？不会啊。其实想说会吧，不是，我想说的是，你刚停顿了0.01秒，不是，我想说的代表着你犹豫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有很多的那种方向可以说吧。就是假设就是可能我本身并不缺钱，然后女方要求的那个金额对我来说其实是个小数目，那我觉得就是多付出一点都 OK 无所谓。或者说就再假设就是说女方要求一个数目对我来说是个天价，那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承担得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去定义这个付多付少的问题来说的话，其实取决于双方对这个物质的这个能力来决定的，就是物所能及嘛。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那如果说假设小牛说如果就是让我多付出一点，其实我觉得在男孩子眼里啊，就是男孩子其实是希望给自己的女孩更多的付出的，因为反正在我这里，就是我觉得我要付出的更多，就证明我更爱她，也证明了，其实恰恰也证明了男孩有这方面的能力去照顾好，可以说是这个家。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男孩能付出的更多的话，在我这其实能证明的是我能力的强，其次就是证明一些就我很爱他的一种表现。其实其实就是在他与对方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男生觉得我为你付出更多的物质条件，或者是给予你更多的关心，能够证明我更加爱你，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对一种相处的关系。之前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跟我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但不是那么大，他就探讨问题就是说，男孩子多给女孩子，或者说给一些就是刚认识的，就刚正在接触或者说刚认识的女孩花钱，到底算不算那种舔狗？就说白点，倒贴，倒贴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俩讨论了一下，其实我并不觉得说是这种行为是不好的，就是因为你本身对这个女孩。产生了感情，就是你会不自觉的想给这个女孩更好的、更多的，你就会不自觉的去付出。但这个一定是建立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对，你比如说可能女朋友看好一个100块钱的什么发卡之类的，然后我正好觉得我在我的经济范围，我说100块钱那可以没问题，怎么？但如果你说可能换一个10万块钱的发卡。
那觉得有点过分了，有点扯了。对，那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然后我也跟我的朋友去聊这些问题，就我跟他说的就是，你要是你觉得这些钱对你来说并不是什么事情，那 OK 没问题。他说他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其实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哦，我给女孩花钱不行，花多少钱都不行。哎，其实我觉得，因为00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有一些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00后，其实很多已经走出学生社会了，就是已经走出学生时代，已经进入到社会了。那还有一部分很大的00后群体，他们在校园恋爱当中，那可能校园恋爱当中，情侣双方他们所能够承担的恋爱成本是比较低的，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对于恋爱的物质付出会希望更加均等一点，因为意味着有某一方付出，我觉得可能对他的压力都会比较大。就像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恋爱期间，可能和当时的对象，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也基本上都是一半一半，可能偶尔会多一点点这种。因为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你出去吃一次饭，可能就会花掉你这个月生活费的1/10，或者是更多。那单一的由某一方来承担的话，我觉得可能会造成月底的压力比较大一点点。对，确实是这样的。那还有像我们这种，那你们上学期间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和之前的对象相处啊，一些比如说花销，不一定是要物质上面的付出嘛，也有可能是情感方面的，也有可能是情感方面的一些付出之类的。我有一个身边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她当时跟她男朋友就是在一起谈了很久的恋爱了，然后呢，分手的导火索就是中间也大大小小闹过比较多次分手吧，但是就是真正让她下定决心分手的是她当时跟她男朋友吵架，然后就说她觉得她男朋友好像总在计较自己的得失，就是总在计较自己多画那点园子，就也没有让你多花很多园子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两个之间也是有来有回，但是可能你比我多花个100-200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男生都在一直算，然后呢，他就跟他当时的那个男朋友就说，我觉得这样很没有意思，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在算，然后你知道吗？她男朋友竟然回了她一句，说什么本来我们两个在上学谈恋爱就是搭伙过日子，怎么可能不算搭子恋爱？搭子恋爱，哇塞！我当时就是看到这句话，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巴掌那个透不过伸不进去，对，就是那种无力感。我觉得这样说好过分。你这个还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在网上刷到的，就是分手之后甩出一个记账本里面就是记录着情侣相处之间的每一笔开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夸张了。我也觉得真的太夸张了，太夸张了。我觉得你算这些，那人家付出的情感怎么算？对你的关心，跟你的陪伴，我觉得这些可能没有办法能够用物质来衡量、用金钱来衡量的东西，那你要怎么算呢？这种如何计算呢？对，不懂。而且就是所谓说什么我们两个只在搭伙过日子，我感觉我就被重创了。真代入一下太难受了，不能理解这种想法。小庄那边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在想。在调用能说的，小庄说这边毕竟还有一个管着呢，盯着呢，旁边有一位。哎，不知道，我这高中时期就在训练，都忘了是吧？全都忘了，好像没谈过。其实之前谈的都不算。训练，哎，谈过吗？没印象了，脑子里全是小牛。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OK， 那他的压力比较大的话，那你说。我说什么？你可以说。我这样取一下3年前的回忆啊。拉姆应该去那个什么？可以去一下恋爱综艺。哎，说到这个，我突然特别想说，就是不是说那个当然也不行。哎，这个能说吗？你说，因为我突然想到，你说，就是不是说好像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已经，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在学生时代了嘛，就可能社会上碰不到什么就是非常优秀的男人了，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也是现在我寡的原因之一。对，然后我刚才想说，你可以去参加恋综啊，里面男生就是都是节目组经要去选，然后我突然一想到，经常。OK。哎，但我还是很好奇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机会，你们会参加恋综吗？我就很好奇，你就不用回答了。你会吗？很难说，我应该不会。我也大概率不会。
原因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啊，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会比较私密，我觉得可能展示给别人看到会对我本身有影响，而且就是比如说群众的声音也会影响到我的判断。其实，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一个事情的理解和看法都不一样。确实。那也就是即使说了3个确实，就是我觉得现在恋爱的方式有太多种了。对，确实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可能我这种恋爱方式你不喜欢，然后你这种恋爱方式他又不喜欢，就是这种恋爱方式有好多种，但是有好多种形形色色的人去讨厌或者喜欢某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时候就是你要把你的情感啊，或包括怎么样去展现给大家的时候，肯定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对，确实。那你们谈恋爱会有第三方？第三方就很像恋综的观众一样啊？为什么会有？就是你自己的朋友呗，就是闺蜜之类的。对啊，就是闺蜜就是因为你们刚刚说不太想让自己的感情暴露在大家的视角和审判当中。取决于这个大家和外界的声音是不是与我熟悉。因为我自己的朋友和闺蜜，她是跟我有了解的，而且她会支持我，对之类的，对，了解，然后，其实我还就是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关于就是谈恋爱，爱刷我每天都在冲浪，我每天都在冲浪，嘴上就是网上说的是说自己的经历，白天其实在一边做实验一边看那个小红书。我有个朋友，对，就是关于恋爱，就是他们很多人会在谈恋爱之前，就是会选择短则或者是长则。就是他可能在恋爱之前都已经确定了。我给你解释一下吧。短则就是我知道我和你相处不久，我就是为了过渡这段时期。长则就是我奔着以后跟你过日子去的。对。那你们身边会有这种专门选择短则的朋友吗？或者是专门选择长则，只长则或者只短则？目前阶段。目前没有接触过一定要求只长则或者只短则，其他不接触的这种。但是有一些可能觉得这个人对方好像不太适合跟我长久的恋爱，但是我短期就是对你很上头，那我可能也就跟你谈了，就有是这种情况，但是没有那种刻意说我不要找，以后可以跟我过下去。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何判断出你这个对象是，我能够确定是和他短则或者是和他长则的？我感觉首先要看三观一不一致吧。三观不一致都能短则啊？三观不一致可以短则啊。如果我喜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短则的恋爱，可能他们更多会想要的是寻求一些刺激、好玩，一起去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但如果说是长则恋爱，因为他们就是谈过很久恋爱的人告诉我说，感情就是你谈久了之后，1年2年之后，其实都会变平淡，就是可能不会像短则恋爱那么就是有意思，那么就是跌宕起伏啊，对啊，就是但是可能长则恋爱就会更偏向于柴米油盐，平淡安稳，对，了解。其实我身边发生过就是短则的例子，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和他的某一任对象分手了，然后分手之后他非常难受，他迫切的需要走出这段感情，那他就会明确的知道，我现在要找一个短则的对象来过渡一下我这段伤心和难过的时期，因为都说忘掉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新的人把他替代下来。对，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就会选择明确的告诉自己，他说我现在迫切的需要找一个对象重新进入这段感情，然后我知道这段感情可能会不长久，但是没关系，我只需要用它来抚育我的伤就行了。对，但我觉得这样对另外一个人很不负责。对了，就是对他要找的就是下一个这个对象，我觉得还蛮不负责的。首先我是觉得是对就是另一个下一任的不负责，其次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可取，就如果你是为了忘掉一个人，或者是只是过渡一下这段，对，然后我觉得往往你在这段感情中也得不到什么快乐。对啊，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不太好。是，而且我觉得他想要去找，就是因为他刚刚分手，然后很伤心，然后可能有戒断反应，然后说想要找下一个人来陪我恋爱。其实我觉得他不如去试试说，因为我觉得谈恋爱嘛，你可能就是希望有人跟你一起怎么样，你要不去找朋友一起去旅个游啊，或者一起干个什么，可能都会
都会好很多，对身心健康都有益。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情这样感相处的建议。对啊，那我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观点还适不适用于我们这一届的年轻人00后啊。就是我在小时候看谁的小品里面，就是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哎，那你们现在还赞同这个观点吗？不赞同，不赞同。对，我也不赞同。哦，就是那举个例子呢？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不想结婚，就是并不代表说我跟你谈恋爱我就一定要跟你结婚，或者说我就是跟你恋爱我是奔着结婚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看双方吧。如果说我就是有些人他确实只适合恋爱，有些人他适合结婚。就比如说我朋友说我适合结婚，又在推销。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两个人他你笑什么？没事，我后知后觉说你适合结婚。就是两个人，如果他们两个的相处模式在恋爱当中非常的契合，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共度余生，那我觉得是可以说商量一下，就是说结婚。而且现在也很多人就是不想结婚，就是喜欢这种比较自由、相对自由一点的人生吧。我自己个人也会觉得，我感觉两个人可以走到结婚那一步，是因为就不是说我一开始跟你，比如说我并不是说一开始我跟张明，你不要走神了。拜喝了。就是我觉得他不是，就是我一开始我跟张明谈恋爱，我就说我以后一定要跟你结婚，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是我们两个相处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两个认为结婚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跟你结婚，我才会跟你结婚。但是绝不是因为，而且我自己反而会觉得，我一开始跟你谈恋爱就是为了跟你结婚，我反而会觉得有点目的性。啥意思？我看起来持家勤俭，你要跟我谈恋爱，你要跟我结婚，我觉得这个有点目的性了。那小庄呢？你觉得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就是其实我就是刚刚其实也脑子里想了想，就包括就是长则短则，包括之前聊的那些那些，我就其实就是让我其实产生了一种就是不解啊。不解 ，OK。对，就是我是觉得恋爱的意义就在于我可以在后面开到更多的盲盒的乐趣。其实我就是你看，包括现在的长则或者短则，其实它是告诉了我们的一个结果，就是要么谈时间长一点，要么谈时间短一点，对吧？这是一个结果。然后你包括到底你说那个不为结婚为目的都是耍流氓，这也是一个结果。但其实这两个就是在我看来，首先我会选择长则，就如果一定要选的话，我会选择长则。然后但是结婚就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都是耍流氓，其实我会觉得结婚并不是我们所有就是一定要做的所有人的梦想。对，所以就是在这两件事情的过程中，我反而总结出了一个道理，就是我谈恋爱，包括或者以后结不结婚，那都是对我来说的是未知数。可能说我和一个女孩，就包括小牛，真的很默契，也包括说真的小牛也很勤俭持家。假设啊，就小牛真的很适合结婚，就是未来的事情嘛。但是这些事情都是说不准的。也有可能以后我们可能会因为各自的发展不同或者怎么，也有可能我们会白头到老，但这都是未知的事情。就是我在没有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要去选择我的这个结果，其实在我是不能理解的。就我在没有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要决定这个恋爱到底是谈的长一点好还是久一点的话，其实在我这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因为我谈恋爱是因为我想跟你谈恋爱，并不代表我要跟你谈的时间长或者短。就包括结婚是因为我真的爱你可能到就是我想跟你一起有个家，所以我才会跟你结婚，或者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一起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怎么也很合适，所以我们会选择不结婚。我觉得这都是在之后，就是首先是得谈了这场恋爱之后，我才能决定出说我到底是要长则也好，短则也罢，我的结婚也好，不结婚也罢，这其实都是在我拥有了一个过程的开始的时候才会拥有的。这并不是我会在选择开始之前所拥有的一个结果答案。其实我并不是太理解，就是包括今天聊的这些长则短则，或者说结婚不结婚，或者说之类的这些问题。那我如果把这个命题修改一下呢，就是把它变成不以真诚对待对方，或者是不以其实我刚刚打断OK， 就是其实我刚刚想说的是，可不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为就是
他之所以会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是耍流氓，是不是因为他在这场恋爱当中觉得他就是对方没有很负责，或者没有很真诚的待我，或者说没有很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段感情当中，所以他会觉得他在耍流氓。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对，就是他可能他会觉得，如果我们结婚了，你是有义务，你有责任，你得必须对我好，你是得对我负责的，就是会不会是可以这样理解？对，我刚刚想表达其实也就是这个，就是是不是把这个加一个前提，就是真诚的对待对方，或者是考虑我们久远的这样子的一个感情状况，以这个为前提。如果不以这个为前提的话，这样子谈恋爱是不是算耍流氓？这种观点你们是不是可以接受呢？我可以接受，如果你不真诚的跟我恋爱，你是在耍流氓这个观点。对但是我倒是没有必要到这个人跟我谈就要想到很长远的跟我在一起，这个倒是没必要。其实我刚刚也想这个事情，就是像拉姆说的这些，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可能在老一辈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就是大家都是结婚，就是谈恋爱的模式就是结婚，也没有说很多的什么更多的选择的恋爱方式，所以他会说出不以结婚为目的的都是耍流氓。其实，在老一辈的这种感觉来，就是说不真诚对待对方的人会就是耍流氓，对，就是耍流氓这种感觉。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觉得是的。对，所以但就如果是按照这个命题来说的话，那我确实也是真诚肯定是最重要的。对，我也认为。你让我想起了一首歌《从前慢》，从前的日色也很慢，日子也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对，就你包括现在说的长则短则，其实你要是让我硬理解就能理解他们的话，其实我也能理解，我也是真心待你，我也是，只不过我们的真心的时间有点短，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长则短则类似于，如果你知道你跟这个人走不远，但你又喜欢他，你会选择跟他在一起吗？其实这个就是我跟他走不远的话，但你又喜欢他，你会跟他在一起吗？就这个东西就对我来说很矛盾。首先我喜欢他的话首先如果我喜欢他的话，我肯定会想跟他走得长远。对啊。但是如果就算哪怕我知道，假设哪怕我可能跟他谈1年2年，他要出国，他要去火星，那你会跟他谈吗？我也确实我也会选择跟他谈恋爱，对，因为但是我会在跟他谈恋爱的过程中去想方设法的让我能更靠近火星，而不是说就是他去火星我们到这就结束。对。但小庄刚刚说完这个话题，我就突然想到了，那你们觉得爱而不得是遗憾，还是得到之后再失去是一种遗憾呢？爱而不得。就是你们觉得如果爱对方的话，就一定要就最好能够在一起，或者是能够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接触。我个人是这样的，但我其实觉得是得到后再失去才是遗憾。真的吗？因为你爱而不得的都是自己的遐想啊。就得到失去是真正的拥有过，然后再失去，对，才会真正的去忏悔啊。我不认同。那你跟你每一任女朋友分手，你都觉得这是个遗憾吗？所以就是得到失去，他是说是遗憾啊，并不是说就是我每一个得到就失去的时候就会有遗憾。啥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是，假设我就是一段就我得到失去，你要看是2种情况，就得到失去。什么叫失去？是我认为是遗憾，才是得到失去叫遗憾。其实我并不觉得，就是我可能说跟我前任分手，或者说之类的东西，就是遗憾，就是每一个前任我并不认为都是一个遗憾。他说了一大堆，其实我也没有太理解了，但是没关系。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兔子，然后他在没有拥有月亮的时候，他其实对月亮是无感的。但是有一天，王母娘娘把月亮赏赐给了兔子，然后这个兔子看到月亮，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缺的。在他缺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失去了这个月亮，他就会很着急，他反而会因为得到了这个月亮而患得患失。我觉得小庄可能会表达这个意思，就是一旦拥有过了，反而会因为这段拥有的感情而患得患失而难过。我理解是这样，但是我不确定他表达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主要是我都没想到得到失去，因为我想的是爱而不得终归是我自己的遐想，你都没有拥有过，你何来遗憾呢？
不是啊，就是因为我跟这个人就是好像爱喜过，欢但是他呀，我爱他，所以我们错过了，我觉得好对遗憾，我会觉得好遗憾。我也是。但如果我们两个爱过，但不合适，我们分手了，我不会觉得遗憾，至少我会觉得爱过爱过，对我不会觉得遗憾。就是我觉得失去这个东西是相互的，我对失去他，他也失去我了，就我觉得还好。但如果真的错过，我觉得好遗憾。我觉得小庄心里他错过就真的其实过了他对于很多标签和概念，他心里是没有做出任何的选择区分或者是选择的，对，他心里只是觉得我爱你，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就是对他没有短则和长则的概念。我觉得很多时候没有打上标签，或者是没有对这些事情做出区分，也是一个有点看感觉这样的，对我觉得对对是不是比较我感觉张看感觉明儒就是想到，对然后就去做了，对对对然后喜欢，然后就在一起了，就是没有说一定要追求一个有什么结果，或者是怎么样定义自己的行为，倒也没有。对对对，因为其实在网络上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些事情标签化或者是分类，但是很多人心里其实他对这些事情是没有任何的秤，对，他没有界定的，他就是凭感觉，对，他做很多选择都是凭自己的感觉的。对，就是对我确实我在这些也感觉到就是分的有点太详细了，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所措，就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喝口桃汁压惊。那说到这个，我又想问了，又问吗？就是我想知道你们两个就是在一起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吸引到对方的点吗？或者是怎么就是被对方所打动，或者是所爱上对方的呢？就是小庄身上有没有你所喜欢或者是吸引的点？很多哦。对，就是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怎么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之类的。我觉得有一个是，就我感觉我都没有跟你讲过，就是没有在一起的时候，但是觉得还有跟我讲过吗？忘记了。有跟我讲过吗？那没有，那也没有。果然，边界感的人。果然，因为就是想，就是没有在一起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不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看过有间的话，其实也能看出来，就是我就是完全像放那个酵母的馒头一样疯狂发胖。然后我当时刚进有间的时候是90多斤，然后我录到后面的时候就已经100几十斤了，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是100几十斤，但是很胖。我不是说胖不好，但是我不是故意笑的，别骂我。我不是说100几十斤不好或者怎么样，只是因为我从未到达过这个体重，所以我一时之间有点不能难以接受。你想想，一个一直以来都是最多100几斤的，然后突然之间飙升到130、40，你可以接受吗？我真的不能接受，而且我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下去了，你知道吗？真的穿不下去了。然后就是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穿搭，就是不懂穿搭了有一点。然后向我这个穿搭博主请教一下。虽然我现在笑着讲出来，但是当时真的会很难过。就是你想一下，你打开衣柜没有一件衣服可以穿，你对着镜子发现你不知道应该如何打扮，很失落，落差感很大。对，尤其是我是一个很爱美的人，就是我还要每天面对镜头，我那段时间真的很糟糕，就是状态非常糟糕。然后就是很否定自己吧，真的非常否定自己，感觉自己很胖，感觉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然后可能情绪也没有办法处理得好，或者怎么样，感觉很糟糕的一段时间。然后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我又不知道应该如何把这种感情跟他们讲，因为我也不想让他们担心我。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双人直播的时候，就抽到我们双人直播嘛，然后我们去电竞。然后我那天出门的时候，就是穿了一个灰色的一个罩衫，我记得超清楚，穿了一个灰色罩衫，然后下面一个穿了一个很宽松的裤子，然后就是走到那个电竞房那边有一件就是很大的玻璃门，然后可以照到自己，我照了一眼，我说好丑好胖啊，好臃肿的一个人啊。然后我就跟庄明如，我们当时还是朋友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天啊，我觉得自己好丑啊。然后他很认真的跟我讲，他说没有啊，我觉得特别好看。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那种感觉，就是在一个你不断否定自己相当长一段时间，且外界并没有给过你什么肯定的一段时间里面，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告诉你，你很好啊，你这样很好，很漂亮，你不要担心。就是那一刻很打动我，就特别打动我。就在自己不自信的时候得到了很真诚的肯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现在想想还是有点感动。所以你就是被庄明如这种很真诚的肯定的这种品质所打动到，当然他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优点会打动到你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记到现在，就比方说我们两个吵架，然后我想到这件事情也不跟他吵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已经认可过他的人品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认可的。那小庄你分享一下，就是小牛
让你心动或者是吸引你的这些点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真的是就是很严肃的说，就是他就大概也是他这样的方向，就小牛也会给我给予很大的肯定，真的是就在两个掉进黑暗里的人互相给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出去玩，他也是那种傻不愣登、大大咧咧的，一笑解千愁的那种人。就是每次就是他就会很活泼，就是他虽然就是不是说就没有我有点乱啊，就他在打动我的瞬间的时候，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很实质为我做出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我就是会被他那个笑声就是感染，就且有动力，对吧？就是而且我也在那个邮件里面说过，就是他如果需要我的时候，不是因为他需要我，是因为我正好需要他，所以才会让他需要我，是一个互相听起来像一个救赎，对，相互救赎的故事，对，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而且就自从跟他认识熟了之后，包括在一起了之后，他也是不断的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其实实话实说，我是很需要这种情绪价值的，哪怕就是我可能他有时候会说一些不过脑子的宝宝你好棒啊，对，就甚至我什么都没有干，对，我甚至什么都没有干，他就可能会突然冒一句，或者说甚至假设我拿个杯水，他就会说你都竟然会拿水，好棒啊！虽然看起来很幼稚很幼稚，但是我就是觉得这样的会让我觉得也会让你很开心，对，心里很舒服。对。哎，那拉姆呢？拉姆是谁呀？拉姆。就是你会觉得我打动谁呀？你会觉得什么样的品质或者是什么样的性格会吸引你？就是你会觉得，对，以下是拉姆的择偶标准，就是我就是在我这里真诚第一，就是我不喜欢就是你给我就是当一面一套背面一套那种，就是我就喜欢很真诚的人，就是热情的人。对待感情很真挚热忱，对，很真，没事，我知道，真挚热情。捋舌头，你喝口水的，要不？谢谢。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所以我现在就很喜欢热烈的、热情的人，然后就是会主动，或者说有很多想法，但是我希望就是我永远从小到大没有变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希望他身上有一个特质是能够让我钦佩的，就是慕强。对，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达到他的，就是我达不到他这样子，或者说他这项技能，哇塞，我觉得他很厉害，我不行这样子。明白，就是还是有点慕强心理。我觉得这在恋爱关系当中是很正常的。对。你们会慕强吗？肯定会慕强，但我慕的那个强不是说很客观，你某个地方很强，而是我当下主观的感受，觉得你很强。我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比如说家里的某个电器坏了，然后庄敏如就是比如说换了一个灯泡，那此刻你就会觉得哇，好厉害，很厉害。虽然这个不是什么特别难技术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比我强，他很棒。对，你很棒，宝宝。对。我帮你把那个巧夫的骨头。为什么不说大一些？我们也很想听。什么加密通话？然后我还会就是想到，就是在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好多朋友，我又有朋友，你又有朋友，你们没朋友吗？其实这个朋友好多，自己吧。你们没有朋友吗？我身边的爱情故事讲不完。你的朋友是不是1、2、3、4在后面？因为他们的故事可以从这儿讲到法国，就是太多了。然后而且我刚好又是一个非常擅长处理情感问题的一个人，我就是他们的情感军师。对，然后他们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遇到了一个就是家境很好的一个男生，她是一个女生啊，她遇到了一个家境很好的男生，然后他们可能就是经济实力悬殊过大，但是他们现在在学生阶段可能就是模糊了这种界定和感觉，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他们肯定是会有压力的。所以你们是如何看待就比如说经济实力悬殊过大或者是家境悬殊过大的人谈恋爱呢？那你们会觉得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这种两个人能够谈恋爱吗？
坦白讲，我不太能接受悬差非常大，就我也不太能接受，我也不希望对方比我富有很多。当然，我也不可以让对方比我差很多，也不能扶贫是吧？对，就是我，当然我这说实话，虽然很直白，但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扶贫，我也不需要别人来扶我，就我也不会扶别人，我也不需要别人扶我。我觉得经济，我觉得是至少要在一个差不多的标准上，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可能比方说，比较拮据或者说的这样的家庭，可能你们的消费观会不一样。就是你可能会影响到日常的一些选择，是这样的。比方说，我想去吃漂亮饭，我觉得吃漂亮饭让我心情很好，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吃漂亮饭没必要，对，又不好吃，或者吃一顿就没了，早晚也是消化了，为啥非要去吃呢？我觉得会产生很多这方面的分争，歧，对，因为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分歧，所以我可能就直接会选择一个我们两个是差不多的，是这样的。可能你们一开始即使很相爱，但是会因为日常的这些琐碎，因为你们价值观不同或者消费观不同，而产生很多的分歧，而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是这样的，那你会选择门当户对吗？我觉得。虽然门当户对这个词已经产生很早了，但我觉得它到现在仍然适用。它不一定是指就是一定要就是我们两个差不多一模一样，就是只要是差不多上下浮动，我觉得都是 OK 的，没有限定的就是要那么死。就比如说我家里有100万，我就一定要只能找100万左右的，就类似于这种。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你又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身边的朋友，然后我经常就问他择偶标准是什么，他说有米儿。OK，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很务实啊，很现实，正常，其实很现实，对，是这样子的。哎，但其实我就是实话说，我可以接受比我低一点的，但是其实我不能接受比我高一点的。其实你会觉得有压力是吗？对，那你其实还蛮大男子主义的，在我看来，我挺大男子主义，实话实说，但我可以接受甚至低很多的都 OK，就是，但是其实说实话，确实是有一种，就是像他说的那种问题，就是可能说，我可能假设我现在非常有钱，我可能吃顿饭花我200万美金，什么东西啊？夸张一点说吧。但是他可能会就觉得我吃这顿饭没有必要，然后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没有必要的争吵什么的。但其实确实我也是，我觉得门当户对其实也很有必要的。只不过我是在门当户对的时候，对我来说，我可以接受比我比较稍微低或者是低很多的一些。对。那你是奉献型？你喜欢奉献？奉献和反驳型。奉献和反驳型是的。奉献。OK， 那其实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在恋爱的相处过程当中，因为有我跟拉姆这2个朋友陪伴，其实我知道就是在恋爱过程当中有好的正向的朋友的鼓励或者是支持，也有一些可能像我一样劝分不劝和的这种朋友。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就是我又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平时和他对象吵架的时候，我基本上都说分，当然是那种很不耐烦的，就说分，就是他有什么好的，你们直接分手好了。但是，一旦遇到比如说重大的情感问题，比如说他们吵得非常严重，因为我知道他们平时是小打小闹，但他们一旦是吵得非常非常严重。那我这个时候反而可能会比较谨慎。我说我之前跟你们说劝你们分手都是只是开玩笑的，但是你现在要考虑的是你当下的真实感受，因为我其实不能带入你自己的，对你和他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之前的情感投入有多少，你在恋爱关系当中是否舒适，我不能完全共情，我只能听到你的一些吐槽或者对他不好的部分。所以我说一旦涉及到你是否真正要分手，我反而会劝他谨慎一点。对。哎，但是我跟你有点不一样，就如果是我的朋友跟我讲他恋爱中怎么样了，就是如果就是在我看来，他跟我吐槽的这个事情，如果对方不是犯出一些原则性的错误，是可以改善或者说商量的，我会跟他说，我说要不你跟他谈谈呢，就是聊一聊呢，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而不是就是那种。但如果说是做出一些伤害到我朋友的事情，或者说一些违背原则的，我就会
立马叫他分，就是会比较酌情考虑吧。我是从来不劝分的。你是从来不劝分的？对。啊，我就是那个拆庙的人。我是不劝分的，主要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还在问我，你觉得我们俩要不要分手，说明他不想分手。他如果想分，自己就分掉了。那我感觉我没有必要浪费这种无所谓的口舌，所以我一般是不会劝分。当然，就好像你说的，如果他真的遇到那种非常重大的事情，在旁人看来太离谱了，你必须要分，但他自己还是拎不清，然后过来说，你说我要不要分？给他一巴掌。我真的会给他一巴掌。真的。哎，那我有个私心的小问题，就是你觉得我跟拉姆在你们两个朋友啊，作为在你们两个这段恋爱关系当中，有起到什么作用吗？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吗？没有。拆呀，拆呀是什么？拆。我们纯电灯泡。我说拆。你不说起到什么作用吗？拆他们两个。你不是劝分不分，劝和吗？没有，开玩笑。哦，你想起到的作用就是在我们俩无聊的时候增加点乐趣。哦，就是无聊了之后，拉姆小何了一起出来玩啊，是吧？对呀。哦，谢谢。我觉得，我感觉多了，也不能说多了人分享吧。怎么说呢？就是至少让我觉得，如果我实在有困惑的问题，我是知道我可以找人去问的，就是类似于一个情感的后盾吧。不是宣泄，就是后盾，就让我觉得有人是站在我后边，虽然也站在他后边。其实我觉得我是帮理不帮人的啊，所以每次都帮我啊。他说帮理不帮人啊，我说虽然每次都帮我，因为我每次都站理啊。包括我生气了，你说你不能生太久气。我说宝宝不要生太久气。哎，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实话实说，拉姆和小何，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种吵架分手的作用其实并不大。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是一个不愿意把就是我的感情，包括分分合合去跟我朋友，不愿意把你的内心讲出来的人。对，其实但是为什么？但其实他在我们俩这里其实更相当于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不会告诉我的家人，但其实我很需要我的家人去陪伴我们俩的这个恋爱的过程。对，就我可能不会告诉你说我可能跟小牛吵架了，需要你们帮我来做一些这个，因为我是这种就是如果吵架了我会自己去找解决方法的人，但其实我会更需要你们来陪我们俩一起去度过去我们成长或者说我们恋爱的过程中。对，就反而会让我觉得如果没有你们俩的话，我们俩这个恋爱可能会稍失去点色彩了，这种感觉一样。是这样，我也是，我需要有人，我希望有人可以陪伴我的感情，但是我不一定会向对方倾诉太多，但我只要知道有人是陪伴我的就好了。就说到这个倾诉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的时候还讲过，就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或者说还在我上大学期间，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跟我的朋友倾诉我的感情问题的人。就是我会跟他倾诉一些我的不解呀，或者我说这个人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不懂，会倾诉。但是我觉得跟庄敏如恋爱之后，我反而不太会讲，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自己成长了，另一方面是我感觉我能够比较确切的感受到他是喜欢我的，就是我是比较肯定，明确，对我你能够掌控这段感情，也不能说掌控吧，就是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所以我不用再去问别人你对这段感情的意见是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因为我知道这段感情到目前为止是健康的，它是让我越来越好的，所以我不需要去问别人，因为我很确切，我很肯定这段感情是好的感情，我也很肯定对方是好的人，所以我反而不会再去过多的向自己的朋友倾诉很多感情的困扰，说白了就是没有什么困扰了，但是有困扰也不会上升到我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爱我的这种阶段，因为我很肯定我在一段很棒的感情里。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更多像是他们两个的爱情见证者。对对对，确实，确实很见证他们两个从这样变成了这样。确实，而且在见证的过程中也是陪伴了嘛。那就是你们在恋爱这么久，其实应该也有过不少甜蜜的时刻，或者是过过一些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你们会提前就是为对方准备一些小心思或者是小礼物吗？因为我知道，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在重大节日前，就是为对方准备礼物啊，或者惊喜啊，或者提前订餐厅啊之类的。那你们会在特殊的日子给对方准备一些
小惊喜或者小礼物，或者你们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推荐的？就比如说你相处过程中比较推荐的，或者是特别的一些小惊喜。对，或者你有收到过什么比较难忘的惊喜？这还蛮多的。那有什么？还蛮多的，但是如果就一定让我推荐，因为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就是比方说可能我喜欢一些饰品啊，所以对方会送我饰品，但有人可能不喜欢饰品。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比较实用的，就是这个。哦，你带来了？对，我带来了，就是一个护手霜。这个看上去很简单，就是这个我觉得，当然可能会有人说护手霜就觉得价格啊怎么样，但是我必须要 Hello Kitty 的，对啊 Hello Kitty 的，但我必须要证明，就是张明伟送我很多就是那种比较昂贵的礼物，但是真的就是让我觉得可以在恋爱当中很实用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护手霜超级实用，因为你知道那个不是秋冬了嘛，然后就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恋爱小技巧，就是秋冬了，然后就可以就是手会干。然后就是自己就是可以涂一点护手霜，然后说宝宝你手也干了，你也涂一点吧。好那个，这个还比较实用，而且你们两个酸臭味，所以你们两个身上会有就是同一种香味。我觉得就是你们俩可以一起，对啊，是这种对啊，可以一起这样，就是我觉得护手霜是一个还比较实用的一个，且能还很浪漫，对，有点小浪漫的这种，增加你们之间两个相处的情绪的，抹完还香香的，对，很香，而且还是一种香味。就还挺棒的，我觉得很棒很棒。所以我觉得这个护手霜还是很推荐的，尤其是秋冬了。我护手霜准备好了，就差一个。我回头揣买一支，每天揣兜里。你要给我涂，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我就来涂点护手霜。我给你看看手相啊。那小庄呢？其实我更多的就是也是这样，就看对方喜欢什么，或者说他当下需要什么，但是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是跟着一个阶段来说的。可能说冬天它需要毛衣，夏天它需要短袖是一个道理的。其实我们俩最近，因为我们俩的相处模式一直都是以一个玩为主的嘛，就是非常的快乐。就前2天我正好在玩我自己的一个新学的一个叫宝可梦的那种卡牌游戏啊，我也带来了。 Let me see。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小宝可梦训练师。就他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它不是说是指定一定是这个卡牌类，只是我说是这种类型，这种互动游戏类型，就因为正好是我们俩当下都迷上了这个东西。因为有一天我们俩就刚买到这个卡牌的时候就非常的着迷，就他就一心想打败我，但我就已经打不死。天哪，你也不想让，也不让人家，让了2次了，啥意思？那凭我自己本事赢的。你看 ，OK， 更多的话题了，对吧 ？OK， 然后就会就玩了一个通宵，反正就是，然后后来我就想到，就这个真的，我觉得在恋爱过程中会加更多的互动啊，或者包括你的瞬间啊，就是甜蜜瞬间。就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吵架的时候，那来一把，谁输了谁就不要有怨气，怎么样，或者说你在一些无聊的。就你觉得可能逛街看电影之后，都做过了，你想来点新鲜的，那肯定就打把游戏。然后你可以就最主要的是，你可以带着你的女朋友去体验你喜欢的东西，或者说你女朋友带着你去体验她喜欢的东西，去增加一些更多的互动感觉。这个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俩最近在玩这个东西，所以我是那个玩到凌晨9点的吗？是这个早上9点哦，早上9点玩穿了，因为玩了一把输。很愤怒，你知道吗？超级愤怒，说我一定要赢一把，又输，然后又玩又输，然后就一直打到凌晨9点。对，就可以这么上头是吗？很上头，超级上头。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有利有弊吧，就它确实可以增加情侣之间的互动啊，然后可能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也会增加，但是玩这个真的很生气，也会激化矛盾，非常非常，就是我感觉这个玩之前一定要有性格缺点的不能玩，一会儿还没玩完就要去哄一下了，而且这个就是游戏当中的情绪不要带入到现实，因为打游戏真的，而且尤其我是那种我很有胜负欲的人，并且我很认真的在玩，输了真的会不爽，就是会生气的。拉姆呢？你有就是在恋爱期间，或者是我有一个，我有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1年4季都可以用哦，很浪漫哦。这就是纯爱战士会用到的东西，
是一个是有线耳机。对，不是无线哦，是有线耳机。怎么着？因为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就是听一首歌，然后你带一边，我带一边，我觉得很浪漫。对，其次是就是这个耳机它是线就这么长，就是你也不能离我太远。当然啦，但是也可以不用离得太近，就是这种感觉就很浪漫，若即若离，对，很微妙的接触。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共同听一首歌很浪漫，就比如说我给你分享我最近听的歌，我爱听的歌，或者说他给我分享他爱听的歌，或者说我借着这首歌放着我想对他说的话，我觉得都很浪漫。那万一我爱听摇滚，你爱听那个民谣怎么办？来一首呗，就你放完一首，我放一首接一首，对啊。对。这耳机也不能一边放一首啊，而且我觉得还可以跟对方分享自己喜欢的歌。对啊，就是很浪漫。分享自己的歌单很像分享自己的品味一样。对。然后对方你什么品味？你歌评很差哎。我每次看到这个，我都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个画面，就是坐在公交车上，然后两个人坐在一起，然后就分一边耳机给他，然后两个人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风景，然后就听着歌，我觉得很偶像剧的那种感觉。你头往那边去，爱看点什么偶像剧。OK， 那我也分享一下，我其实也带了，而且我放在这里。你带的是？我带的是一款香水，它是对，它是我之前收到过的一款香水，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首先我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吧，我觉得送香水其实是比较难以把控的。对，就是因为其实气味这个问题，它很隐私，或者是而且每个人喜好不同。对，每个人喜好不同。但是我为什么之所以分享这款香水呢？是因为我真的很爱它，就是看得出来快用完了。对，我都已经快用没了。就是首先它的气味很清新，就是我说不上来它是有什么前中调后调都是啥样子，反正就是好闻。对，就是反正就是有一种少年感的感觉，就是很符合你。对，像是穿着那种白衬衫的那种，然后走在茶园里那种很清爽的感觉，所以我会对这个味道印象比较深刻，比较喜欢。确实蛮好闻的，它不会让我觉得闻了之后很闷。对，而且这种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叫什么？而且就是把喜欢的气味留在自己喜欢的人身上，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确实，就那种记忆嗅觉。这个词用的很好哦。因为这是一首歌。这样子，那我将是你的新歌？不是。OK， 那我们好物分享也就已经结束了。对，本期关于00后恋爱标签的故事就已经全部结束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小牛和小壮的到来。最后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优酷、B 站、抖音、小红书我们的社交账号哭哭聊上分享自己的恋爱故事和自己的恋爱心得，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每周晚我们的直播间分享自己的故事。最后我们的全部内容就到此结束了，拜拜。拜拜。